个你也可能想不到的，想到了之后会难过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坐着来海记的这艘船，表面上是一只中国的拖轮，但其实除了船壳是中国造的以外，核心的部件、核心的技术，所有的包括 GPS 定位系统，都是日本人的技术，都是日本人造的，是日本人造好了，我们买过来装到我们的船壳里边的。我们直到今天，有关海战的技术方面，日本依然在某些领域当中领先于中国，这是事实。便喜欢用言辞来表达一种东西，来替代具体的实力。我们便喜欢用情绪来替代具体的实力。我在想，假如今天就重新开战，我们的船和日本的船比起来，我们是否有优势？我们的战士，我们的独生子女的战士是否比日本的军人更具有战斗力？我们的指挥官是否能够达到当年丁世昌视死如归的精神？我们的那些卫队260多人，当年能够追随自己的战将，死在海里，自杀在海里。但是对于中国人，对100年之后的中国人，对于天天大鱼大肉胖的发愁，自以为 GDP 已经很了不起。中国人来说，听到日本技术者对北洋水师覆亡之后的这样的带着特殊日本审美情绪的描写，应当感受到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的巨大的嘲弄。我们不是胜利者，我们知道今天没有胜利。你说中国现在增长8.1%，全世界 GDP 第2。我们现在做到这种程度，你说中国人有点不高兴？那好，那比较一下，全世界哪个国家比我们做得更好？没有。我发现我们有些人他们声称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批判，就不能说政府好话。人民日报报道，这是个大好的消息啊！我们的邻居跟咱们人口规模差不多的中国18.3%，日本然后劫掠台湾叫掠夺台湾，获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原始资本了，然后就做了中国的榜样了。中国知识分子就到日本留学了，日本那个时候呢就膨胀了，就飘了。日本飘了之后呢，后来不就被揍老实了吗？就是因为日本有一部分人他居然认为，或者说他沉浸在甲午战争前后的紧张和胜利的喜悦当中，他认为日本来，然后呢再现当甲午战争之前的辉煌。真有日本人是主张这么干的，甚至认为如果再跟中国打一仗，日本能够再度打一仗，日本的必定胜出，而且能够振奋日本的国民的士气。陈岩教授说，实际上瓦里瓦拉，日本人应该知道，如今继续在台湾的问题上玩火，最后导致自焚的可能性更大。当年美国人扔到你们家那2颗叫小男孩那个胖子，扑通扑通，哇啦哇啦，让整个投降那一幕，中国今天如果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呢倒行逆施，你真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今天的中国，今天的高家庄已经不是从前了。那个网络骗子，网友们戏称司马家头的爱国人士司马南同志，在美国买了一个小房子的事已经坐实。这个现在无争议，他自己已经亲自正式承认自己犯下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认为既然司马南骗子承认自己犯下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姓于，名字一个字儿利，于利出生在东北黑龙江的一个偏僻的农场，纯正的东北黑龙江人，而不是什么北京市东城区南罗居民谁谁谁，即他的家乡就在东北黑龙江上。当然了，现在的司马南可能真的早已忘记了他的东北黑龙江老家，绝对闭口不提，而只提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南罗居民，赞美朝鲜和俄罗斯。但是他为什么不在朝鲜和俄罗斯买房呢？是工作，在美是生活的硬道理，而且他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仅是他告诉他的读者和粉丝们的却与此之相反，这不就是骗子吗？这一句家头粉几乎都是是非不分之人，都是未进入人类最低文明序列之人。
在被质疑反美国是工作，去美国是生活时，司马南表示，越反又有美国华人爆料司马南子女在美国留学。在对谈节目当中，司马南又表示，虽然频频打脸，但是呢，在全平台依然拥有1000万粉丝。我很好奇的是，他的粉丝到底是些什么人？粉的底线，能接受一个人反复说谎、反复打脸，而且一直关注跟随这些加头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又有着怎么样的经历、成长环境和生活状态呢？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持续不断地靠虚假的信息和谎言为精神粮食，可以不顾任何事情，只喜欢听喜欢的东西？想到这里，我居然有一丝理解，以至于敬佩起司马南了。他的真正工作不是学者，不是媒体人，甚至不是正能量大 V。司马南之所以可以无数次的撒谎而毫无心理负担，只是因为那些读者经历了上千年的基因选拔，到现在无论被什么投喂什么东西，他们都能够欣然接受。而司马南的财富，则是他履行物竞天择法则的报偿。即使没有司马南，也会有别人。气功兴盛的时候反气功，又过了好几年，不知道司马南在做什么。互联网社群逐渐兴起，司马南一直在蹭热度，后来才有了去美国被夹头的事，不知不觉就火了。楚音被封杀真的是有原因的。咱们先看他这个人啊，是从吉林长春跑到北京去的啊，从小是迁居过去的。我发现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他这个向上钻营的这个冲动特别强，就他有了流量风口就抓住。现在在网上说什么能火呢？说那种爱国的已经不火了。你看我之前发的视频都是，我一说咱们国家哪个地方有些毛病，哇，这个就火。你如果发一些说咱们国家有一点好的，你放心，这个流量绝对是好不了，而且底下一大帮骂你的，说人家美国多好，怎么样。现在是这么一种流量的趋势。因为你是违法所得，懂打掉的话，正常的话，按照那个规定的话，钱要执行层面看你们的能力，凶的话，我肯定要把钱退过来的。我哪怕现在还剩1天，你最后一天被我抓到了，你把前面所有法所得懂吗？违法所得，你以为老师收个4万、10万、20万，这些钱是他劳动所得啊？你们错了，这叫违法。教育行业目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铁头的网络账号叫惩恶扬善，我就想知道何为恶，何又为善？一个老师好好的备课，给孩子传递知识，就是恶吗？一家教育机构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家长是恶吗？一个行业在面临重大压力的时候还能守住本心是恶吗？你直播诱骗孩子去偷拍是善吗？一个网红为了那么一点点流量，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是善吗？为了自己的短视频素材，在执法现场偷拍是善吗？在校区里面凶神恶煞，让员工害怕，让孩子畏惧是善吗？我想问。这是在外面办点事儿啊，这个歇会儿，就是咱聊一下这个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一个人可以双标到什么程度？有一件事儿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最近呢，这个美国的夏威夷呢发生了大火，这是一场自然灾害啊。但是呢，它由于是发生在美国，而且还死人了，于是就照例进了我们这边的新闻的重点报道的范围。而作为新闻界这老戏骨啊，胡锡进立即跟进，他的嗅觉非常的敏锐啊。你就看他呢，就是感觉就是闭着眼睛，抬着下巴，咧着个大嘴啊。他在8月14号的时候啊，貌似大义凛然的写了一篇盖棺定论式的评论。他说呀，这个夏威夷大火造成了至少96人遇难，而且死亡人数呢还可能会上升啊。虽然是美国的事儿，但也太不像话了，应当强烈批评。这当中肯定有预警和救援不力的很大原因，说它是人祸相当够格啊。胡锡进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这个胡锡进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或者是权威的证据，可以支持他认为这个夏威夷大火这当中肯定有预警和救援不力的很大原因呢？
一场远在7000公里之外的山火，何以引发胡锡进的激愤，以至于哪怕他说是美国的事儿，我们也要强烈批评。啊，这种热情是从何而来？而是什么给了这个远在7000公里之外的胡锡进定下美国政府救援不力的结论？他对夏威夷的民生何以如此的热情呢？最重要的是，我分明记得很清楚，胡锡进在聊到国内类似议题的时候，他可是旗帜鲜明的主张不得上纲上线和指责官方，这可是有据可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几天之前8月9号就当时的北京公布了那个水灾人员损失数字的这个事件，他那个时候也发了一个博文。他这个博文是这么写的，他说呀，这个时候过度批评地方政府预警不力、抗洪不力，未必都是实事求是，他们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释放的是情绪。而且胡锡进在当时的这个文章中明确声明，政府做的预警和防范措施都已经相当给力了。大家看到了吗？同样是面对自然灾害，同样是造成了损失，同样是还没有调查的结论，胡锡进的态度却呈现出极其分裂的状态。评价自己的时候一定是一种天灾难料、罪不在人的护主立场，而评价别人的时候，则立刻变脸，高举天灾不如人祸的重的这种大旗以幸灾乐祸把别人的政府搞臭为己任。这就是胡锡进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被豢养的舆论大咖的这些嘴脸可惜的是恰恰是这样的嘴脸在我们这里最吃得开，因为他们会得到海量的这种流量的加持。而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我不便深说，但是相信大家。北大教授靠着批美敛财过亿，他提起自己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经历过一次持枪抢劫，说美国的治安采访也慢慢火了起来。陈平发现了这一点后，就开始不停地说美国的种种不好，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民众的情感认同。